他們吃了30個人，還把人肉做成罐頭分給其他人食用。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俄羅斯夫妻食人案。案件发生在俄羅斯南部小城克拉斯諾達爾，一樁持續10餘年、手段殘忍到令人髮指的連環食人案，最終因一袋殘肢、一部遺失的手機徹底曝光。2017年9月，當地警方接到市民報案，稱一所軍校旁發現一個塑料袋，裡面疑似裝有女性殘肢。警方趕赴現場後確認，袋中遺體確屬一名女性，但遺體被肢解的支離破碎且並不完整，根本無法辨認身份。案件調查剛一開始就陷入僵局。就在警方一籌莫展之際，一部黑色3星手機的出現成了破案的關鍵。建築工人霍米亞克夫在街上撿到這部手機，翻看相冊時發現2張詭異照片，盯着細看後，他嚇出一身冷汗。照片裡，一名男子正將被切下的女性手掌含在口中，還把一根手指插進自己鼻孔，赫然是人與屍體的合照。霍米亞克夫沒有慌亂，很快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，決定留存手機。沒過多久，照片裡的男子就找上門詢問是否撿到手機。霍米亞克夫冷靜謊稱未見，待對方離開後，立刻將手機上交警方。警方拿到手機後喜出望外，迅速通过手機內信息鎖定了機主身份。此人正是克拉斯諾達爾市一所政治軍事學校的員工巴克夏耶夫。1982年，巴克夏耶夫出生於西伯利亞，剛出生便被父母拋棄，後被一對無子女夫婦收養。從小缺乏母愛的他性格頑劣，10多歲時養母因癌症去世，此後他更是顯露兇殘暴力本性，不僅曾放火燒毀自己的房間，還留有4次偷竊犯罪記錄，與養父關係也極度惡劣。他曾以養父為擔保人向銀行借款，卻無力償還，導致養父被銀行催債騷擾到不得不關機。即便養父試圖幫他找工作，他也毫無領情之意。養父形容他的眼睛像玻璃一般又冷又硬，直勾勾盯着人，根本聽不進任何話，最終忍无可忍，将尚未成年的巴克夏耶夫趕出家门。流落街頭的巴克夏耶夫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，後來的妻子娜塔莉亞。娜塔莉亞比他大7歲，是当地軍校的護士，見他可憐便收留了他。在巴克夏耶夫剛滿18歲這年，兩人正式登記結婚，一同住進俄羅斯國防部一所空軍學校的宿舍。而警方通過手機照片及後續調查確認，這對夫妻的食人惡行正是從1999年12月28日，也就是巴克夏耶夫18歲這年正式開始。當天，他們殺害一名被害人後砍下頭顱，煮熟後盛放在大盤中，還將這場惡行裝扮成盛宴，頭顱四周擺放橘子，眼睛裡塞進橄欖，鼻子上掛着檸檬，甚至拍下照片留存。此後10餘年裡，兩人的作案手法愈發熟練，他們會在約會網站挑選獵物，用乙醚和含苯巴比妥成分的俄羅斯藥物迷暈受害人，趁對方昏睡時痛下殺手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們會將受害人的肉做成罐頭，除了自己食用，大部分還由娜塔莉亞帶到軍校，分給同事和軍人。这些人10餘年來毫無察覺，吃下了無數人肉。這對夫妻隱藏極深，卻並非沒人起過疑心。他們的宿舍裡常年飄出刺鼻的藥水味，鄰居每次想進屋查看，都會被兩人瘋狗般大叫，大鬧驅趕。還有鄰居稱巴克夏耶夫不愛洗澡，身上總有異味，誤以為是養寵物所致，最終也沒深究。這讓兩人的惡行得以隱藏10餘年，惡有惡報，終有時。2017年9月，一名從外地搬到克拉斯諾達爾的中年女性，在當地一處廢棄區域與喝啤酒的巴克夏耶夫夫婦發生衝突。性格暴力的巴克夏耶夫當即起了殺心，將這名女子殺害並肢解，兩人帶走了大部分殘肢，卻有一小部分遺留現場，這才有了開頭市民報案、警方介入的一幕。而巴克夏耶夫遺失的手機，更是直接將這樁驚天血案推向了終點。根據手機信息，警方迅速追蹤到巴克夏耶夫夫婦的住處，推門而入的場景，連見多識廣的警員都為之震驚。家中搜出大量人體殘肢，一個金屬桶裡裝着一顆紅頭髮的人頭，旁邊散落着人皮。冰箱裡有超過8組冷凍的人體遺體，全都血肉模糊，身首異處。遺體旁堆着數不清的罐頭，裡面全是人體器官和碎肉。臥室雜亂不堪，到處是垃圾和大型運輸塑料袋。壁櫥中還發現了19張屬於年輕女性的乾燥人皮，甚至還有教人如何成為食人族的視頻。兩人被捕後，對部分作案細節供認不諱。巴克夏耶夫坦言，自己常把人肉碎塊裝進背包，背着包乘坐公交車在城市中穿行，心理素質極端強悍。警方隨後給娜塔莉亞做了精神鑑定，結果顯示其精神狀態完全正常，這意味着兩人無法以精神失常為由脫罪，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嚴懲。據夫妻2人坦白，截至被捕，他們至少殺害並食用了30人，而案件調查委員會表示，
起初他們只是調查一名女性的死亡，沒想到竟牽出這樣一樁令人作嘔的連環食人案，遇害人數或許遠比兩人交代的更多。目前警方仍在追查更多受害者的下落。人吃人是人類文明社會中最黑暗的底線，無論出於何種極端條件或扭曲心理，這類惡行都為文明社會所不容。若對邪惡的念頭不加約束，文明的角落很可能會淪為比地獄更恐怖的地方。